好，接下来看一下白羊座5月下旬的感情运势。首先，白羊这边圣杯9的逆位啊，这段感情白羊自己已经是一片凌乱的感觉啊，冷暴力、热暴力、情绪啊、感情啊什么样的招数可能都用过了。爱过一场之后啊，自己搞得自己非常的凌乱，在那边不知所措、风中摇曳的一个状态。包括说是感觉到了这段感情，白羊是会觉得自己是有被辜负到的啊，对方是不理解自己，是不懂自己的很多感情其实并没有被对方没有受到对方的这个认可啊，所以说回到这个圣杯8，白羊会有一种什么呢我还带着对你的爱，但是我可能会选择要去转身，我可能选择要去离开。但其实这个时候白羊自己心里是没有想清楚的到底这段关系是继续还是说结束，我到底要不要离开你，只是心里有种打退堂鼓的一个想法。这个时候呢，正好白羊其实也是在情绪上头的一个状态当中，但这个情绪上头呢，可能跟我们一般白羊的那种火爆或者说是炸毛一下子脾气差发泄出来的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这种情绪都已经有过了，有过之后发现还是无济于事所以这个时候的白羊更多的它是一种沉默你会觉得这个时候的白羊跟以往的跟平时的白羊其实是不一样的，会带有很明显的那种冷感。那对方这边的话一张权杖骑士所以对方这个时候可能还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还是会在忙自己的事情处于一个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并没有说发现白羊的一个情绪或者说是情感上面的一个变化。那你说对方上进嘛对方的确是一个挺上进的人，挺有冲劲的人，同时对方其实也在白羊这边获得了这种能量感，或者说是这种向上治愈的这种力量。所以两个人的现状上面来讲呢，其实白羊的话会比较有这种挫败感那对方的话忙碌上进也算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但是并没有完全体察到白羊内心当中的这种失落感。那看一下对白羊的这个影响，抽到的是一张权杖7这个的时候的白羊其实会觉得自己有种孤零零的孤军奋战的一个感觉，就是对方好像始终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并没有顾及到自己并没有顾及到我们白羊是情绪是什么样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所以会觉得白羊这个时候其实会觉得对方爱的比较的表面没有说，甚至会觉得没有那么的爱自己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真的是苦付出很多辛苦很多，在满足对方的一个要求或者说是标准所以会有一种孤军奋战的一个状态。那看一下对方这边一张宝剑王牌，对方你说有魄力吧，的确是一个有魄力、有行动力也是比较果断的一个人。但是很多时候呢，对方的一个沟通也会比较的直一般来讲，白羊沟通已经算是比较直了，但是对方的这种沟通方式呢，直当中又带着这种冷漠在白羊看来的话，就感觉不到对方的一个感情一个感情的一个色彩。那白羊很多时候会有人前嘻嘻哈哈完全无所谓，心大都可以，但是其实白羊内心很多东西其实是自己在默默消化的，只要不是他十分接受不了的他一般不太会说是放到台面上跟你去掰扯半天的，跟你去讲道理这个是不太会的。但是对方明显来讲呢，会比较喜欢讲道理硬刚或者说是在感情当中太过讲道理白羊其实你讲实话，你哄一哄宠一宠，他能感觉到你对他的爱，很多事情他其实是可以自圆其说，他是可以自己去说服自己，自己去治愈自己的只不过这种模式的话会容易让白羊身边的伴侣比较难体察到白羊的这种变化，或者说是对自己的这种日渐的这种失望还会觉得自己其实也没有做错什么，所以这个会是白羊有点比较吃亏的一点那看一下我们这个感情的一个阻碍，抽到的是一张世界的逆位。那你说缘分有吗？的确是很有缘分的我一直讲说，像世界命运之轮这种牌，你们的确来讲是命中注定会要遇见对方的，但是逆位来讲的话，这个时机不是很对，包括说是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小的摩擦、小的矛盾就会莫名其妙的发酵爆发成一个很大的事情，或者说是本来是可以见面的，突然之间见不了面了某人可能出差啦，或者很忙啦，或者说是要异地啦，种种所以会有这种包括感情当中还会有其他人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在里面，不是说跟其他人就真的怎么样了但是会有
其他的啊，身边其他的这种追求者啊、异性啊、桃花啊，始终让这段感情看上去显得有点扑朔迷离啊，显得有点不够有诚意，不够专心。那看一下白羊之后一张宝剑皇后的逆位，白羊的确是下定决心了啊。那既然我也看到过你很冷漠的一面，你曾经也有让我心寒过啊，你曾经也有这种很冷漠的对待过我，那白羊这个时候其实是有点想要心里有点较劲，想要去还给对方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时候也会去表现出来一种冷漠感啊，前面已经有过了，但是呢下定决心啊，或者说是心里预设过的，我要跟你分开啊，我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回到了这个宝剑骑士啊，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什么呢？啊，是一种进进退退，是一种试探。对方真的也要离开的话呢，其实白羊是会舍不得的啊，也会去试探的。但是对方一旦说是靠得太近啊，那白羊又会本能的会有一种抗拒感啊，因为这个时候心里其实失落，很多情绪是没有被消化掉的，是没有被排解掉的，所以不太能够真的在骨子里接受啊对方的这种靠得太近，所以会给到对方一种忽冷忽热、忽近忽远的这种感觉。而且对方可能会觉得白羊这个时候有其他的心思啊，在玩一些什么套路。那看一下对方这边之后抽到的是一张权杖9的逆位啊，对方本来也会觉得的，就是我忙我的啊，那我也不指望你帮我啊，但是你不要来增加我的这个负担感。但是会有这种把一些负担压力，包括说是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啊，对方可能会怪到我们白羊的头上，但事实上两个人真的是疏离了一段时间，或者说是感觉上快要分开的时候，对方才是会发现的啊，其实错并不只是在白羊一个人啊，对方也会反省到自己身上的种种问题啊，对方总体来讲是一个自我要求比较高的人啊，所以活的呢相对来讲会人前也是的啊，很有冲劲啊，什么都无所谓，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啊。但是人后夜深人静的时候，其实对方的疲惫感、压力感其实也是很大的啊。但是他也相处过后，其实知道白羊是能够治愈他，给他这种力量感的。那看一下感情之后抽到的是一张圣杯6啊，所幸这个感情之后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两个人之间会有这种相辅相成的啊，或者说是一强一弱，某方面强啊，某人在一方面强，另外一方面弱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你们会有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个总体来讲会比较的平衡，并且说是两个人会有这种家人啊、陪伴啊、依赖呀这种感觉，而且这段关系当中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人他是做父母另外一个人做小孩子那一方就是这种大人和小孩子之间的这种模式，它可能不是一个固定的会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况下切换这种角色，但是那大人和小孩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可以做自己，另外一个是有包容的这个力量的，那这样子关系其实还是可以去处下去的只不过你们这个没有这个心币没有心币的话，一个是在物质现实方面的一个欠缺另外一个是这段关系你要真的说是去负责尽责其实这个对关系对对方的这种责任感其实还是不够的。